英国贵妇看上了小女孩天籁的嗓音，于是让总督老公把女孩带回去当宠物养。总督立马给手下打了个眼色，手下从兜里掏出2枚硬币扔在地上。女孩父母以为这是赏钱，捡起硬币卑微地表示感谢。直到女儿被带上车，母亲这才反应过来，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但士兵掏出枪准备将她击毙。这时总督出面阻止，但他并不是要救这个女人，而是怕浪费子弹。反应过来的士兵立马收起枪，随手捡来一根比腰还粗的木棍，直接将女人抡死。英国人扬长而去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女孩哥哥是印度第一勇士大猛。大猛为救出妹妹，要徒手驯服猛虎。然而就在关键时刻，巨大的拉扯让绳子突然断裂，猛虎脱身后直接冲了过来。随后大猛呼唤同伴扔来一个麻醉罐子，他直接砸在老虎鼻子上，老虎嘶吼几声便晕了过去。此事正好被总督夫人得知，但她起初并没有当回事，反而还来了兴致，挑选手下士兵将他活捉过来。可军中无一人敢应答，唯独这个叫细沟的男人第一个站出来。他曾单枪匹马抵挡上万暴乱分子，有人骂他是英国人的走狗，但他反手就是一棒子，而且在万人围殴的情况下将闹事头目抓回来。他本以为能凭借这次出色表现得到晋升，但年度评选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，就因为他的印度人，所以没有资格。他的愤怒无处发泄，直到这次总督夫人当众夸下海口，谁能把大猛活捉回来，就破例升他为特级军官。细沟毫不犹豫接受任务，为证明实力，他选择从底层抗英群众里寻找线索。这天来到一个反抗英帝的地下组织，细沟一番高谈阔论，成功引起所有人注意，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随后大猛的小弟试探性的走过来，表示自己部落里有个女孩被抓，问他有没有办法帮忙。细沟当即答应，小弟一听高兴坏了，说罢转身就带他去见大猛。怎知在路过检查站时，士兵突然一个军礼暴露了细沟，还算聪明的小弟立马反应过来，撒腿就跑。好在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地形，转眼跑进及时摆脱了细沟。这时迷失目标的细沟在桥上四处张望，殊不知他要找的人就在桥下。这时一列油罐车突然起火，一个小男孩被困在中间，两人见状齐心协力救下了那个男孩。自此他们一见钟情，随即就成为了好朋友。此时细沟不知他要抓的人是大猛，大猛也不知细沟是英国人的走狗，两人还拿着画像到处寻找，可始终一无所获。直到这天细沟抓到大猛的同伴，一顿逼问，不但没有得到线索，还被男人放出的毒蛇咬伤。细沟走出房间后晕了过去，恰好大猛及时发现，他赶紧用祖传偏方为细沟解毒，又将他带到自己的房间休息。细沟无意间得知自己的兄弟要去总督府营救妹妹，这一刻他恍然大悟。英国士兵用铁锤活活将族长砸死，只为节省一颗子弹。旁边男人受不了英国人的暴行，当晚就愤怒地脱下军装，从军营中偷出一把步枪和一箱弹药，连夜离开军营。他要自己组建一支队伍，希望印度的每一个人都能具备基本的军事素养，等有朝一日安排在英国人内部的同胞弄回枪支弹药，他们就可以上战场反抗英帝。年幼的细沟也在其中，而反抗的男人正是他的父亲。细沟从小就是个神枪手，第一次开枪就能命中几百米开外的靶心，父亲甚是欣慰。可还没等高兴太久，英国士兵就将小队重重包围，父亲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，他一人一枪和对方展开战斗。被打得无力还击的英国士兵直接爬到树上准备偷袭，父亲被敌方一人打了一枪，倒在地上无法还击。哥哥和母亲也不幸中枪倒在血泊中，但父亲并没有表现出伤心，而是把唯一的一把枪交到细沟手中。在父亲的指挥下，细沟百发百中，打得英国士兵不敢露脸。随后父亲全身绑满炸弹，假装投降。他命令儿子朝自己开枪，当即和敌人同归于尽。也就在这之后，细沟和英国人结下了仇恨。但是当细沟长大后，他加入了英国警队，成为英国人的走狗。只有细沟心里知道，当上军官才能拥有权力和枪支，才能推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。而如今英国总督命令他抓捕反叛头目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此人却是和自己有着过命交情的兄弟大猛。他痛苦地发泄着愤怒。第二天，总督府正举办着一场盛大派对，这时一辆卡车突然径直冲进来，接着一个帅气的甩尾停下，司机拉开闸门，只见大猛带着数十头野兽跳下车。这些饿了一个星期的猛兽，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见人就咬，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。总督赶紧带着家眷逃走。此时大猛也在人群中寻找着妹妹的身影，只见一个胖军官将妹妹扔进城堡，接着把大门锁上。大猛愤怒地上去就是一拳，接着扯下一截铁链，狠狠地鞭打着胖军官。大猛从他手里抢过钥匙，刚想要解救妹妹就被人叫住，只见细沟坐着马车疾驰而来，二话不说就要逮捕大猛。直到这一刻，大猛才知道细沟是英国人的走狗。随即两人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，怎知总督用妹妹的生命做威胁，大猛一个分神让细沟有了可乘之机，他最终束手就擒。总督为了震慑民众，给大猛安排了一场公开酷刑，而执行者就是昔日的好兄弟细沟。男人挥动皮鞭准备用刑，但楼上女人嫌不过瘾，
将一根带着倒刺的皮鞭扔下来。细钩将皮鞭抽打在木桩上，木桩立刻被缠住，紧接着再用力一拉，木桩的表皮被扯了下来。可即便如此残忍的抽打，大猛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，甚至唱起了抗英战歌。此举彻底惹怒了总督，命令细钩狠狠地抽。但是无论怎么鞭打，大猛就是不肯下跪。身后的士兵也加入进来，血溅了细钩一脸。随后士兵给他戴上脚镣，连同10吨重的铁块一起吊起来。大猛的双脚剧烈的撕扯，鲜血流成了一条小溪。当士兵将他放下来时，他趴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围观的群众被大猛的精神震慑到，他们纷纷开始暴动，大家愤怒地冲上刑台，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对大猛的敬重。细钩也被震撼地愣在原地。等他回过神，为顾全大局，还是把大猛送上了囚车。晚上，他的卧底叔叔跑过来，告诉他被选中运送下次的枪支，而运送日期就在2天后。2天后正好是大猛被绞死的日期。这次他没有犹豫，果断地选择了救大猛。叔叔劝他好好想一想，毕竟他为这一天努力18年。这一刻，他脑子从未这么清晰过。一直以来，细钩认为只有拿到枪才是反抗英帝，直到白天看到大猛，他才明白，他不想再等了。于是他开始谋划起来。第2天，向总督提议对大猛实行枪决，并让大猛的妹妹在场参观。总督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让细钩亲自去安排。然而，在去往刑场的上，细钩突然加速，接着他拉动陷阱，一棵大树倒下，砸中了总督的汽车。总督腾空飞起的同时，拿起了狙击枪，一枪打爆他的车胎。细钩受了伤，小女孩得以安然无恙地逃走。等其他士兵开枪时，才发现枪支已经被细钩动了手脚。大猛趁机解开绳子，一脚将面前的士兵踹了下去。而细钩为了掩护2人离开，拼命与敌人搏斗，最终身负重伤被士兵逮捕。他的双腿被打断，又关进狭小的死牢。当天晚上，大猛偷偷潜入监狱，硬生生地扒开牢门，准备救出自己的兄弟。这时，卫兵们从4面8方冲过来，2人配合默契，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。他们甚至爬上高塔踹飞看守，随后一个高空飞跃逃出监狱。逃出去的大猛看着细钩受伤的身体，又拿出祖传偏方帮他处理伤口。此时，英国军队也追了过来，2个人再次并肩作战，一直杀到天亮。敌方的摩托车部队迅速增援，在摩托车腾空起飞之时，细钩再次射出火箭将其引燃。摩托车飞进楼下的弹药房，炸弹被引燃，炸毁了整个总督府。总督夫人当场毙命。这时，细钩把枪交给大猛，拿出珍藏多年的子弹，因为英国人一直认为1颗子弹比印度人的命重要。最后，大猛开出了人生中的第1枪，总督毙命。